上车吧，我送你。不用。太晚了，我送你吧。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做了这么伟大的一件事儿，把我让给了展哥。程晓，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本来也不属于我，我怎么可能？那是因为你拒绝了我。我拒绝。程晓，你很好，是我的问题。麻烦你照顾好张哥。又过一天，对你的思念又多一点，又念一遍，倒数着你回来的时间。这一刻，思念奔涌迷失在人海里，浸透城市慌乱，无处逃避。这距离无力铺陈，哪怕这次爱意是想念，是别离。想看看你啊，念着你，随风陪伴每一个夜里。想问问你啊，是否你也在风中等待着归期？飞过蓝天，荆棘与彩虹总会作伴。
早啊。走啊，咖啡在桌上。我怎么跑你这儿来了？我记得昨天在餐桌上喝酒，后来断片了。你喝多了，我不放心。啊，昨晚你的生日没有过成，这碗生日面给你补上。谢谢。还有这个。上个月去芝加哥看到一双30年的纪念版，本来想昨天晚上给你的。我记得我的第一双正版鞋就是你送的。快吃吧，面坨了。来，尝一尝。这2天有空打一场。好啊，等有空的时候约一场。战哥，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吧？昨晚在你面前丢了人，过来给你当面道个歉。别，你可别这么说。昨晚你还替我挡了酒，我才过意不去呢。你昨天在酒桌上顶着领导帮我，绝对的真男人。不过今天我可是诚心诚意的，要补上一顿。战哥，你先休息休息，反正日子还长着呢。我保证，明年我一定好好给你过个生日。陈佳，其实我……战哥，你看我叫战哥，我都叫习惯了。要是哪天换作叫倪总，你多别扭啊！就叫展哥，叫什么倪总啊？那我回去补觉，你去哪儿啊？我先送你。啊，不用，我就去超市，没几步。然后这边也要停一下。好。挺好了。好，这样可以。谢谢。你好，你好，请问一下，顾部长在哪里办公？请问你有预约吗？没有。不好意思，先生，我们您好，请问您是找我吗？顾部长，你好，您是？我是程潇的父亲。哦，你好，叔叔。你好。啊，来，去我办公室吧。好，谢谢。请。您喝茶。好，谢谢。我听程潇说过，他的教员姓顾，我上网查了，应该就是你。我这次来呢，是有求于你。什么事？您请说。我是希望你啊，能劝劝程潇换一个工作。为什么？这些年来，因为这份工作，
程潇和他的母亲关系非常紧张。就在上个星期，我才知道，飞机偏出跑道那次事故，程潇正是那次航班的副驾驶。哎，你别说，最近他们的官微还更新挺快的啊。你看，我们这样远程关心潇潇的工作，这不挺好的吗？用不着穷追猛打。再说这么多年了，他不是一样安安全全的吗？怎么了？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啊！这个飞行员不能再给我当了。好，你别激动，我给你拿药。他母亲就是因为知道程潇在飞机上出了事，才犯病住院的。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极小极小。如果因为这样就让程潇离开他热爱的工作，未免有点太残忍了。但是这么多年来，他的这份工作，对他母亲而言，也许更残酷。程潇的妈妈为什么如此抵触程潇的工作？那是因为在2004年，他经历了一场航空事故。泛海航空的失压事件，你知道？我做过很多航空事故的分析，那次的事故很典型。当时飞机在10000米高空上，机身的一块天花板突然爆裂，导致客舱失压。幸好机组把飞机迫降在稻田里。事发的时候，那名乘务员正在程潇妈妈的边上倒茶水。突然之间，从那以后啊，程潇妈妈就再也没有坐过飞机。任何和航空有关的事情，她都非常敏感。她的脾气一会儿暴躁，一会儿抑郁。当时程潇在寄宿学校，我们没有告诉她这件事。可谁都没有想到，程潇长大以后，居然要去学飞行。从那以后，母女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糟了。顾部长，我这次来真的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能劝劝程潇离职。叔叔，我冒昧的问一句，你有试过带阿姨去看心理医生吗？哦，事情发生的那几年曾经去过，但是没什么效果，后来就不去了。医生说那个叫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的确很难自愈，但还是应该坚持去看心理医生的。这个病就是怕外界刺激。我就想，如果程潇以后不飞了，那就会极大的缓解他妈妈的心理压力，对以后治疗会有好处。对不起，叔叔，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你。我可以想象，如果程潇失去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整个世界的崩塌。从程潇进入客运部到今天，总共飞行了724小时，67万公里，运载过上万人次。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他对这份职业的荣誉感和信念感，比公司任何一名飞行员都要强。没有人比他更向往成为机长，更愿意承担起这份责任。所以对不起，这个忙
我帮不了。我原来一直以为，程潇就是单纯的喜欢飞行，喜欢自由。实不相瞒，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他不适合做一名客运机长。但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没有谁比他更适合担此重任。叔叔，程潇是个坚强的女孩，但她也需要家人的认同和保护。哎，真的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年对女儿的了解还没有你多呀。顾部长，谢谢你今天跟我说了那么多，打搅了。没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帮阿姨找一找相关的心理咨询师。不麻烦你了。哦，程潇妈妈的事情，千万别告诉她。幸会，留步。哟，潇潇，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还坐这儿啊？路上有点累，我这老腰吃不消，想歇会儿再上去。啊，你妈没来，就我一个人。哎呀，你都不给我打个电话，你这不用，来，上去走，上去走。爸，快进来。嗯，好。来，换个鞋。我帮你。哎，我自己来。啊，参观参观啊，新房子。嚯，你这个新房子布置得很温馨啊。那还不是老爸的功劳。我给你泡杯茶啊。啊，潇潇，先别忙，你过来坐。爸爸这回来啊，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怎么了？你们陆航发生过一次飞机紧急避让事故。啊。你们公司把事故现场的照片发到了官网上，我和你妈妈都看见了。哎呀，我当时就是怕你们担心，但是你看我不好好的吗？我什么事也没有。这次啊，你妈妈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你带回去。你就应该让他自己来跟我当面说清楚了，折腾你干嘛？潇潇啊，你妈妈住院了。他怎么了？知道你受伤，血压一下子没控制住。那你过来谁照顾他呀？请了护工。潇潇啊，我去把床给你铺了。
加上3天的年假，一共批你1周的假，够吗？够了，谢谢领导。最近是航班旺季，飞行员调配上比较紧张。知道了，我会尽快回来销假。待遇方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公司应该会认真考虑。跟我说这个干什么？你担心我要跳槽？没有。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事情，多找人商量商量，也包括我。你看看，叫你不要多买，不要多买，结果还是买了这么多。我这是去求和的，我带点特产回去，他怎么着也得给我个笑脸。只要你人能回去，你妈妈说不定高兴了，马上就能出院。哎，回去以后千万别跟她吵啊，好好说。也知道。爸，这儿车少呀，我们得再等一等。没事，等等吧。志霄，战哥，这位是？这是我爸。哦，叔叔好。啊，你好。爸，他是我好朋友倪战，机务部的。哦，你好，你好。战哥，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回家每天都走这儿。上车吧，我送你们回去。行，那谢了，战哥。谢谢你啊，叔叔，我帮你拎吧。哎，不，我自己来。我来吧。哦，谢谢。爸，走，你坐前面吧，好前面宽敞一点，舒服。停工带料了，想什么呢？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哎，那个租客怎么突然就搬走了呢？买了房子，当然要搬了。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还没见过他呢。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随便问问。啊，对了，我记得你有一个女学员，叫程潇是吧？最近工作不错吧？我在你们的官网视频里见到她了。他也许很快就离开了吧。机务部是修飞机的吗？对，就是修飞机的。哦，那我得叫你小倪师傅。爸，那叫工程师。啊，我知道。哎，小倪啊，那你们修完飞机以后，会不会像修完车一样去试驾一下？那可不行，我们机务啊都在地上干活，像这种上天的活啊，还得像你女儿这样的能人干。战哥，你就别谦虚了。爸，战哥现在不仅是我们机务部部长，马上很有可能就要成为我们的副总了。哦，年前有为啊！啊，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小倪啊，你这样绕道送我们回家，你爱人会着急吧？叔叔，借您吉言，我还没成家呢。哦，好。来，小小啊，哎，现在把你的家推掉还来得及吗？为什么？我已经想到了
怎么交差的方法了。什么方法？你老实告诉我啊，你和小倪是不是普通朋友？是啊。我想这样跟你妈说，你和小倪是男女朋友。不，绝对不行。你听我说呀，如果你妈妈知道你有男朋友了，她是不是安心不少？接着呢，我再给她悄悄编鼓，说以后你会和小妮一样做机务工作、地面工作，不用再飞了。不行，啊！我跟你这本来就是普通朋友，而且你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我知道不用长久，我们只是哄哄你妈呀。小小啊，爸爸是知道你有多热爱这份工作。这回你要是回去了，谈不出什么结果来，最后还是不欢而散。那我尽量好好谈。有些事情你不懂，这回你就听爸爸的，别再白折腾一回了，好不好？那等这事儿过去了，你一定要找机会跟他解释清楚，不能让这个事情误会下去。放心，包在我身上，同意了？哎，那这些东西呢？哎，打包装箱，就算你犒劳老爸的。哎，赶紧退票啊！顾部长，你没走？我还说一会儿去找你申请销假呢。那，你家里……等淡季再请探亲假吧。那好，今天好好休息，留意排班表。顾部长好。顾部长好。对不起，顾部长，我今天换衣服的时候忘记把徽章拿下来了，我回去就写检查，保证以后。下次注意。什么情况？你小子运气够好的呀！肖姐，刚落地吗？一会儿飞哪儿？长沙往返。哎，快升机长了吧？我看你啊，转到客运，一路波折坎坷，我还以为我会排在你前头呢，没想到还是要一路追赶你。哎呀，我们俩不一样，我这大起大落的，你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所以咱俩指不定谁先放机长呢。喂，下周3，请你跟我飞一个特殊航班。潞州到新加坡的新航线开航。第一趟航班要搭配最好的副驾驶。这趟航班还要送公司高层去参加那边的签约仪式。好，收到。你好好准备。明白，放心。有好事了？新加坡的开航航班，龚南婷让我一起飞。这也太好了吧！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能落我头上呢？哎呦，我们宋宋可是陆航的蒙城明珠，这可是只有我独家掌握的秘密。别告诉别人。好的。哎呀，真不错，我都怕这家小店倒闭了。你怎么样，工作？挺好的。公司最近刚新开了一条东南亚的新航线。那你们公司什么时候下单呀？国产飞机？哎呦妈，好不容易出来吃顿饭，怎么又聊起工作了？哎，这奇了怪了，原来最喜欢聊工作的人，难道不是你吗？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知道，
是您和爸的结婚纪念日。那个时候你小，我刚刚调过来，你爸呢又常出差，但是只要他回来，我们一有时间就会来这家小店吃饭。我怎么不知道？你在学校上课呢。哦，我一去学校上课，你们就下馆子。对。怪不得每次我爸一回来，晚上总有一份打包的排骨年糕，虽然凉了，但是味道很好。原来是在这家买的。对呀，多好吃的东西也不如这家乡的味道。你爸呢，就是喜欢吃这里面的排骨，我只喜欢吃这里面的年糕。我们俩配合得很好，一点不浪费。每次跟你爸爸吃完东西，都会来这个公园转一转。这个公园还真是没什么变化。你怎么着，就想一直这么一个人过着？怎么，您不想让我陪您到老呀？我希望你找到自己的幸福。你喜不喜欢他嘛？谁啊？程潇啊。妈。行了，我知道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您怎么知道？你那个视频录像，妈妈看了 N 遍，这我还看不出来。看着我，一提到他，这眼神都不一样了。有吗？别装了啊！能让你这样笑的女孩子，如果是错过了，那就是天大的遗憾。很多时候，人最难过的就是自己这一关。其实生活中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儿，能阻止你抓住自己的幸福。说了这么多，妈就是希望你能勇敢一些，不再纠结。遵命，母亲大人。各项数据已设置完成，请机长检查。冯总上来了，走，咱们去迎接一下。哎，走了，走了，走了。哎，快点！哎呦，江部长。哎，冯导，我带着机组成员出来给你打个招呼。今天亲自飞啊？陆新航线是咱们未来国际线最重要的营收增长点，公司上下都挺重视的，首航一定要确保顺利。啊，这是今天的副驾驶程潇、林一成，二位辛苦了。机长，马上就要结束登机了。那您快休息吧。好。方导，有什么需求就跟乘务员说，这次的乘务组啊，配的都是最优秀的。去忙吧。对。
江部长，咱们马上离开广州区域了。小程啊，你看在顾部长的领导下，你现在进步神速啊！咱们飞行部又来了一些新女飞，以后你就是他们的榜样。谢谢江机长。哎呀，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呢，不仅在飞行技术上要过硬，其他很多方面呢要均衡发展，是吧？比方说这个什么，社交啊，人际关系啊。您的意思是，我头几天那个饭局表现得不好？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发展得更好。谢谢江机长关心。我只希望能成为像我们顾教员那样专注执着，飞好每趟航班，保障每位乘客的安全和舒适。其他的事，我不擅长，也不希望擅长。卫星电话，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机长，张掖机场预计在航班落地时间会有雷雨，天气不符合落地标准，请你们提前做好预案。雷雨？我起飞的时候看预报还好好的，雷雨会持续多久啊？预计大范围雷雨会持续到夜间。明白，我考虑一下方案。天气确实很糟糕啊，不符合落地条件。申请广州备降吧。明天上午一早飞，下午签约，来得及。而且我看了明天天气很好，应该没有问题。不，这冯董还在后面呢，咱们要备降广州，人家会不会有什么想法？还是继续飞吧，飞到新加坡附近，用我们的机载雷达扫一下，如果天气有转好的时机，咱们就见机降落。那要是天气一直不转好怎么办？那就备降在计划内的机场。吉隆坡怎么样？吉隆坡的天气也受到了影响，正在变差。要不这样，我去跟冯总商量一下，说说咱们的具体情况。我们是为了航班安全，这个不至于也要请示冯董吧？申请备降广州。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很抱歉地通知您，由于新加坡樟宜机场天气原因，我们将会备降在广州白云机场，预计降落的时间是19点15分。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captain speaking. 还好提前跟出发，接完明天建议是对空档。We are clearing proceeding to Guangzhou Baiyun Airport. 方总，真是抱歉，为了安全，航班不能继续飞行了，只能委屈您在广州过夜了。你不要太有压力，好好休息，明天提前到就行。哎，大家都挺辛苦的，回酒店吧。冯总小心，这边请。南天哥，今天我们为您准备的是……不用了，给我经济舱的简餐就行。好。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先生您好。昨天由于天气原因，我们备降在了广州机场，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现在是新加坡当地时间上午9点。先生，借给您一副降噪耳机，您戴上可以隔绝一些飞机上的机械噪音。谢谢。不客气，先生。先生，您是不是没休息好啊？给您一杯水。飞机上湿度低，人容易脱水，
所以您多补充点水分。谢谢谢谢。现在我们的右侧是思南，可选的备降场是塞贡机场。签约的时间是下午3点，时间刚刚好。谁的包掉了？不对，是洗手间的声音。洗手间？有人吗？麻烦您可以回答我一下吗？你好，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哎，先生，先生，先生，你怎么了？先生，怎么了？快帮我冲着！哦哦，先生，先生，先生，您能听到我说话吗？帮我冲着！先生，3号洗手间先生有旅客晕倒，地上有呕吐物，但是没有闻到酒味。好的。先生，先生，先生，什么情况，先生？有脉搏，有心跳，意识微弱。把先生先扶出来。好。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上有重病人，如果您是医生或者是护士，请与我们的乘务员联系，我们需要您的帮助，谢谢。各位旅客，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各位乘客，有医生或者护士吗？我们有一位病人需要您的帮助，有医生或者护士吗？请与我联系。头等舱里没有医生，经济舱也没有。哎，毛毯，拿一下。先生，机长，洗手间有位男乘客晕倒了，心跳、呼吸都有，但病情不详，机上没有医生。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备降？乘务长，我们先做备降预案，请你准备好安抚旅客的工作。尤其是冯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能否赶得上下午的签约仪式，但是旅客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请他尽量理解吧。好，知道了。塞贡的气象条件还有跑道长度都符合备降要求。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好。Saigon Control, Blue Air 805. We have a passenger feeling sick. Request divert to Saigon Airport. We need medical assistance after landing. Request received. We'll coordinate right away. 先生，小亮，小亮，孩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小亮？老先生，您儿子有什么既往病史吗？我不知道啊。小亮，小亮，你先生醒醒，你醒醒！醒了，醒了。先生，您觉得哪里不舒服？我刚才头一昏，吐了一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胸特别闷。那您有什么既往病史吗？没有，可能就是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那您现在觉得怎么样？可以站起来走吗？我们扶您去头等舱，那边位子舒服一点。好，谢谢。不客气。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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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夏至，把洗手间打扫一下，你们快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好。
小心点。来，扶好。来，小心脚下。来，先生。是这样吗？慢点，慢点。坐这儿。来。谢谢。来，慢点，小心啊。慢点，慢点。小心。先生，您抬下头。谢谢。哎，慢点儿，好嘞。老先生，您儿子的身体发生了特殊情况，您看需要备降吗？备降是干啥的？啊，就是选择最近的机场降落，这样呢能第一时间就医。我是第一次出国，我也不知道啊。只要我儿子能好好的，你们就赶快去安排。但是我们要尊重病人和家属的需求。儿子，你看呢？我现在就想好好休息。那要不这样吧，我去请示一下机长，请稍等。机长，晕倒的乘客已经恢复意识，暂时情况稳定，我们把他安排到头等舱休息了。他现在基本情况怎么样啊？突发胸闷、恶心、呕吐，无既往病史。他和他的家属是什么意见呢？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哎呀，真是难办。哎，他们是自己走到头等舱的？啊，对，我们搀扶着他走过去的。那既然自己都能走到头等舱，那说明没那么严重了。那肯定是因为晕机、呕吐造成的昏厥。小程啊，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好。发现这位先生的时候已经呕吐过，大约3分钟之后自行清醒过来。小亮，昨晚一夜没睡，一直在工作，可能是累的吧。先生您好，我是本次航班的飞行员，请问您现在是什么感觉？头特别晕，但是感觉比刚才好点了。好，那您休息。这人好好的，看着也没什么呀。头晕，没必要备降吧？都备降了一次了，我这老腰啊，真折腾不起呀。到新加坡还有2多小时，顾机长，在你看来，有备降的必要吗？是否备降取决于旅客的选择和机长的判断。如果我是机长，我会选择备降。姐夫啊，咱们1点20才能在新加坡降落。如果在塞贡备降的话，12点10分大概就可以到。我们至少能提前1个小时把病人送到医院。可是如果备降的话，我们起码要到今天下午4、5点才能到新加坡。我看江部长的意思是，如果旅客恢复了，他可能就不去备降了。但我看他现在还虚弱，而且刚刚毕竟是晕了嘛，觉得还是应该去备降。如果备降再重新起飞，需要耽误多长时间？国际航班非正常备降的话，要重新申请放行许可，飞行计划也要重新做，至少也得3、4个小时。其实我们直飞新加坡，只比备降塞贡要晚1个小时。可是新加坡的医疗条件要远远的好于塞贡，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再说那名旅客的身体状况已经有所好转了。可是这么重要的新航线，又是首航，如果咱们再一次备降的话，那恐怕耽误的不仅仅是一次签约仪式，咱们陆航在整个东南亚的声誉
都会受到影响。是。江部长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一次被降，公司损失几十万不说，关键下午还有签约仪式。首航新加坡就被降2次，签约仪式再取消，确实不太好看。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hand orbit, Gansa 26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hand orbit, Miran 221. Blue Air 805, your request has been received. Expect radar vector when you are ready. Another 2 aircraft will make a holding and give way to you. Blue Air 805, do you copy? Stand by. Blue Air 805. 我还是认为应该去备降，你也尽量去说服江部长。现场没有医生，我们并不能判断旅客的实际身体状况，毕竟他之前出现过晕厥，我们不能拿旅客的生命去赌概率。我也是这么认为，那我马上跟江部长商量。Second control. Blue Air 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 Blue Air 805, confirm cancel, divert request. Affirmative. Blue Air 805.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机长，那个旅客还是很虚弱，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有没有脱离危险。再往前飞就离陆地很远了，如果后面再发生点什么，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咱们现在距离塞贡是150海里，到新加坡是550海里，其实就差了1个小时。可是塞贡的医疗条件远远比不上新加坡的。可有些病不能耽误。是，如果这名旅客现在是昏迷状态，那咱们肯定是备降。可他已经醒了呀。可这位旅客他现在非常虚弱，他没有准确的判断力，他的父亲又不懂得飞行状况。但我们作为机组，有责任为他的生命安全做权衡考量。这就是我权衡考量之后的决定。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快速度，尽快到达新加坡，好让患者尽早就医。机长，人命关天，还是备降吧。你干什么？你又要自作主张不听机长命令？继续飞新加坡，速度调到最大。也选最大速度，马赫数.87。为缩短飞行时间，申请直飞。Saigon Control, request shutdown due to weak passenger on board Blue Air 805. 看样子，江部长没有选择备降。
先生您好，这是您要的水。好，谢谢。乘务长，杨部长，我是郭南亭。我们现在备降还来得及。旅客看起来没事，但不代表真的没事。郭南亭，你今天是飞机上的乘客，你没有权利干预驾驶舱的事务。你现在擅自使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我可以直接让空警控制你。我刚才让你出去了解病人的状况，谁让你去跟旅客商量飞行的事儿了？顾部长又不是旅客，那他是什么？他是本次航班的机长还是飞行员呢？程潇，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看你副驾驶的位子你都要坐不住了。乘务长，请你看管好飞机上的通讯设备，不要让无关人等插手客舱事务。林一成，接下来的时间由你负责通讯。哦，好。顾部长，不好意思。你别过度担心了，旅客看着问题不大。只能希望未来的2个小时内不要发生任何状况吧。还有100多海里就到了，继续申请飞最后一个航路点，争取尽快到达。另外，向新加坡机场申请救护车，以防万一。好。Singapore Control, Blue Air 805. The passenger is feeling unwell. Request priority landing under the medical system.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着陆，请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系紧，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属于关机状态或飞行模式。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airplane will be landing. Please make sure your seat belt is securely 先 fastened. 生， Thank you.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我先帮您调一下座椅靠背。好。慢一点啊。老先生，马上要落地了，机长说已经为您联系好了救护车和医生，您放心。谢谢。不客气。Blue Air 805, Whiskey 5. Follow the green to get Charlie 26, which is the closest to you, and the ambulance is ready now. Copy that, Whiskey 5. Follow the green to Charlie 26, Blue Air 805. Thank you.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已经到达新加坡樟宜机场。机舱外的地面温度为27摄氏度，80华氏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ingapore.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is 27 degrees centigrade, 80 degrees Fahrenheit.
Thank you for flying with Luzhou Airline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having you on board again. 现在是下午1点，我们到达会场差不多是2点，3点签约，时间充裕的。小亮，我们到了。小亮，小亮，小亮，你怎么了，小亮？小亮，小亮，先生，先生，先生，有人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先生。 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先生，颈部脉搏动消失，呼吸消失，失去意识。抬到前服务舱，慢点。接着我来，接着我来，来，小心小心。来，请，走。来，慢点，慢点。 吐着药，慢点，行，好，慢点。好，拿下。小亮，你怎么了？小亮，你醒醒啊！宇鹤，通知其他旅客在座位上稍等，不要透露具体原因，然后马上联系驾驶舱。好。 女士们、先生们，由于特殊情况，暂时无法安排下机，请您在座位上休息等候。Ladies and gentlemen, due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please remain in your seat. 请大家不要慌张，我们机组正在处理，请大家先配合做好。谢谢大家，谢谢了。什么？ 一成，你在这儿守着，我出去看看。小亮，你怎么了，孩子？小亮，你醒醒啊！小亮，你别吓我呀！你醒醒！小亮，你醒醒啊！小亮，在这边。 What do you have? We will be doing CPR for 10 minutes. I'm taking over now. Okay. Come on. No breathing. 2, 3, 4, 5, 6, 7, 8, 9, 10. Put it on. It's not breathing. No heartbeat or pulse. After CPR, there's no sign of life. 他说的啥？我儿子怎么了？
2, 3。小亮，你要坚持住，小亮，小亮。刚刚不是说有好转吗？怎么忽然？落地之前我还观察过他有气息，可是刚刚再叫他就……这不是送到医院去了吗？新加坡的医疗条件很好，会有希望的，对吧？机长，我先去安排旅客下机。哦，等下，你让今天当事的乘务员回忆一下整个事情的经过，尽快的填写紧急医学事件报告单。回国以后我要上报公司。不管怎么说，这是咱们到新加坡的首航，出海关的时候会有很多记者，告诉大家，谁也不许接受采访。好。哎呀，梁总，哎好，冯总，你好，辛苦了。哎呀，非常抱歉，因为天气原因，昨天晚上我们在广州住了一夜，刚才到。辛苦辛苦。我给你介绍一下哈，这是飞行部部长江涛，梁总久仰 ，Welcome。飞行部副部长顾南亭，您好，梁总，欢迎。这是机务飞行部部长李战，你好，梁总。你好。我也是 engineer 出身，看来我们是老同行啊。那有机会我跟您多学学。我现在已经是外行了，该向您请教才对。怎么样，今天飞行还顺利吧？是，很顺利。顺利就好，请坐。请。那冯总，我们抓紧时间把签署流程对一下，好吗？好的。南亭哥，刚刚从医院传来消息，那名旅客没有救回来。小姐，夏夏说你最喜欢吃黑胡椒蟹了，要不要点一份啊？要不要给你点份面啊？不用管我，你们吃，我出去透口气。怎么会这样？怎么会？你是飞行员，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你早点到，我儿子就死不了。早点到了，有医生救他，我儿子就能活下来。为什么不救他？对不起，叔叔。我们俩就这一个独生儿子，我和他妈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儿子不该死的，我儿子该活着的，都是你们！你赔我！老先生，老先生，冷静点，不是他的错。老先生，冷静点，冷静点。老先生，您儿子去世了，我们一样感到很难过。作为这次航班的机长呢，我代表我们机组的所有人。机长，是，你是机长，你为什么不快点飞啊？我们已经是以最快的速度。我儿子就死在你们飞机上的，你赔我的儿子，你赔我的儿子，你赔我的儿子。你们一定要看好这个老先生啊！哎，他现在情绪很激动了，千万别出什么意外了。另外，他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尽快告诉我，我们尽量满足他。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们选择了备降，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事后假想，这会让你陷入一个很难摆脱的循环。10年前，在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有一位女飞行员，她开着飞机坠进了大海。那是她第一次单飞。美国的通航标准很宽松，她就自己制定了飞行路线。我同意了。因为我充分信任他。他在海面上飞得太低了，遭遇了突发气流。我就站在岸上，看到他反应过度，急速带杆，最后飞机失速。这不怪你。我不该放任他随意飞行。如果飞行前我要求他严格按照规章，也许根本就不会出事。可是我没有这么做。所以你才那么在意安全，那么在意规章制度。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接受的，
既然无法抹去那些事情带来的伤痛，那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伤痛重演。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昨天的事情你并没有责任。不要让自己在负面的情绪里越陷越深。调整好情绪，不然我不会同意你作为副驾驶和我一起飞下午的航班。你刚落地啊？哦，江部长找我谈话，可能是想聊聊那个视频的事儿吧。我陪你上去。哎，不用。毕竟当时你也没在驾驶舱，你就是旅客的身份嘛。他现在情绪可能不太好，你上去之后多听少说，有什么需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没事儿，可能他也就是想聊聊怎么样去应对外界的质疑，应该不用麻烦你。那我先走了。这件事现在在网上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你都看到了吧？嗯，我看了。哎，这不加点糖还是奶啊？啊，不用。好，谢谢。小程啊，咱们机组啊，跟后面的客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对吧？旅客在客机上去世，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悲剧发生的。一个生命逝去了，无法挽回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如何避免此类的悲剧再次发生，对吧？本来这件事情呢，都快要平息了。可又被那个死者的父亲给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哎呀，小程啊，我希望这件事情呢简单一点。下周咱们公司内部啊，要对整个事件呢做一次复盘，到时候关于备降塞贡机场这一段，你就不要提了，好吧？为什么？您想让我隐瞒塞贡可以备降的事情？不是恶意隐瞒，小程啊，我只是不希望这件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可是您的选择是合乎规范的呀。小程啊，你是没懂我的意思啊。咱现在呢，也不是较劲的时候啊。
如果把塞贡机场被降的事情说出去，那不给我们自己找麻烦吗？那会招来很多无谓的谣言，是吧？谣言满天飞。那现在网上都已经闹成什么样了？到时候这个舆论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不仅关乎到我一个当班机长，还会连累我们整个的机组，这包括我们整个公司。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你想不到吗？不是，您当时的决定并没有错啊。而且我相信公司一定会有办法向公众澄清真相。有任何的后果，作为机组成员，我愿意共同承担。要是您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